我们可以开始画今天的这个作品了，好不好？好，我们把这朵花画在这个地方，把这朵花画在这个地方。好，这个笔上没有水分了，我们加一点水。好，我们调颜色，加了水之后调颜色，还是一样，先调这个牡丹红。现在我加水，我感觉加的太多了，为什么呢？大家怎么看这个加水多不多？当你调的时候，这个水就掉在这个盘子里，就掉在这个盘子里，掉了很多这个水，说明加水就是加多了。如果我来画，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初学者他可能掌控不好这个水分，我们就在这个旁边这个废纸上把这个水给这样子，就这样子吸掉一些吸掉一些。这个牡丹红有点少，我再挤一点出来。今天这个深色它用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要多挤一点这个颜色出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水蘸掉一点，不要让它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了，我们的初学者他有点掌控不好。所以好，我们刚刚把水分蘸掉了一些，然后再继续调色。好，这个屏幕还是拉下一点，画这个花的时候，怕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花。来调色，特别是新朋友一定要多看我调色。你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步就是把调色写好，调色调好了，你画的这个花瓣它才会滋润，才会好看。因为初学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调色，因为你的颜色没有调滋润，画出这个花就显得特别干，颜色感觉跟我的颜色总是不一样。所以你们要仔细的看着我每一步的调色。好，我们把这个牡丹红先厚厚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上要多调一点。我们画这朵花它是颜色比较深的，一直调一直要把这个颜色调得非常的这个滋润。虽然说这个牡丹红比那个玫瑰红好调，但是我们还是要细心的调，一边调这个笔上一边转动的一边转动。我们画这种深色的，把它调到2/3也是没问题啊。一边调，我们这个笔要一边这样子转动。然后我们再调这个曙红，然后稍微调一点点胭脂，胭脂只能一点点。为什么你的颜色会有点灰？就是这个胭脂这个颜色多了，所以才会灰，你知道吗？胭脂一定要少，胭脂要少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好，这朵花画在这个地方开始画，我们从哪里下笔都没有关系这个花瓣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碎花瓣，我们画的时候，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怎么画都可以就是你能想象出多少种这个姿态，多少种这种形态都可以画。你可以带一点这种弯曲的，你可以这么弯曲。你像我这样子画的，它是不是有一点这种姿态来走向？这样子弯曲来也可以。笔尖要不停的蘸这个深色。好，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有大有小，有变化，要有各种各样姿态。笔尖蘸这个深色。好，这种就是这种碎花瓣这种就是绣球型。其实大部分这种名贵型的，就是比较名贵的这种花型，比较名贵的这种花种，它都是绣球型的。基本上这个比较名贵的这种花种都是这种形态，都是这种姿态，只是说它姿态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但是都是碎瓣。所有名贵型的这种花都是碎瓣，都是这种碎瓣，它都不会长得像这个常规型的花一样的，每一瓣都清清楚楚的，都没有。
好，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啊。那么这么多的小碎瓣，这么多的小碎瓣，去组合。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这朵花它的颜色整体是深的，所以我们调的这个颜色也是比较深。那这个小碎瓣多了，我们偶尔要来一个大的啊，偶尔来一个大的。这个我们来一个大的，让它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好，然后我们这边我们会稍微的颜色会有一点慢慢会浅一点点，这边还是深的啊。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啊，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小小的这种细节。各种各样的小碎瓣组合，小碎瓣。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好，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好，这里偶尔也来一个大一点的。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有变化。我们现在上面这里画一些浅一点的，画一点浅一点的，我们这一笔就这一笔蘸一点底色啊，就这一笔蘸一点底色，这一笔干了之后蘸一点点底色，这个颜色稍微的会浅一点点，稍微浅一点点，我们就蘸这两种颜色，就是这个牡丹红和这个曙红就可以了。我们就点一些这种虚一点的花瓣，画一点点这种虚一点的花瓣。那么每一朵花上是有这个虚实，有虚有实。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比较虚一点的，再来一笔，
再来一笔，一笔可能还有点不够，一笔不够，我们再来一笔，稍微的浅一点点啊，稍微的浅一点点，浅一点我们就蘸这2种颜色，就是这个牡丹红和这个曙红，牡丹红和曙红这2种颜色就可以了。稍微的大一点点这个花瓣，只蘸这2种颜色。好，这里来一个这个大花瓣，这个浅色的大花瓣，我们先把这一个先画上。好，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我们基本上就画这么多。待会儿我们还要进行调整，就像这朵花，我们这个中间还有，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浅色的就画这么多，然后加点水哈，加点水，再加水了，不加底色了，加水，加水，然后我们再继续画这个深色部分，继续画这个深色部分。那我们在画这个深色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紫色啊，加一点紫色。好，我们现在沾了一点紫色，沾了紫色，然后继续调颜色啊，继续调这3种颜色，还是继续调，继续调，然后笔尖调这个胭脂，笔尖调这个胭脂。大家说要太浅蓝，我们可以稍微用一点点哈，稍微的用一点点。太浅蓝也要慎用哦，也不要用太多了，不要用太多了。用太多了，如果它有点发白就不好看了。特别是我们的一定要颜色要调深，如果说你的水分太多水分了，它就有这个太浅蓝就不好看。一定要颜色比较实，所以笔上的这个颜料一定要多调一点，多调一点。你调这个太浅蓝，加一点太浅蓝，它才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笔上的这个颜料不够哈，刚刚我们画的这一笔，它就颜料不是很够，你等它干了，它就会灰，有点发灰的这种感觉哈。好，这里还是加一些这种小的碎瓣啊，小的这种小的碎瓣还是再来一些。一定要颜色要饱满，调饱满一些，它这个太浅蓝用了之后，它就不会，到时候不会这个灰。这也都是一些碎瓣哈，你不管它的形状，根本就不用去管它这个你画出来是怎样的形状，都没关系。
我们中间这个球，我们就画这么大，好不好？中间这个球，我们其实这朵花的这个球还是本身的这朵球还是挺圆的，但是我们画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球画的那么圆。好，这边再来加一点点。笔尖要有这个深色的。有大有小。好，我们现在画底下这个大花瓣了啊，画底下的大花瓣。底下这个大花瓣，它会在这个周围这一圈都会有，这周边的周围一圈都会有。然后画大花瓣的时候，我们还是笔上水分补足一点啊，补充一点水分。画这个大花瓣，我们就加上这个紫色吧，先调这个紫色，把这个紫色调上来啊，调到笔肚的，调满它，可以调满它，完全可以调满它都没有关系。这个牡丹红又没有，牡丹红和这个曙红又没有了。这个深色的花瓣就比较耗颜色，如果我们画浅色的花瓣，只用得到一点点颜色，但是这个画深色的花瓣颜色用的非常多，所以大家这个颜色可以多挤一点出来。好，我们再调这个牡丹红调多一点哈，调满一点啊，因为这一朵这个底下这个大花瓣的颜色也是特别深的，特别鲜艳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颜色调饱满，很饱满，调饱满到这个笔肚上，要慢慢的晕开，颜色一定要调匀，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好，再调一点这个曙红，调一点曙红也要多调一些，这个颜色一定要饱满，然后再调这个胭脂。大家看一下我调色的时候，这个牡丹红和曙红调了很多，但是这个胭脂调的很少，所以大家调的时候也是一样，胭脂不要调太多了，胭脂调太多了，你就颜色就会暗了，就没那么鲜艳，就不鲜艳了。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啊。对，直接来一个大花瓣下来，直接滚一个大花瓣。这个笔尖上这里，我们加一点点这个太青蓝，把它这里处理一下。好，这里直接滚了一个大花瓣。那么这边上，我们继续来加花瓣。那大花瓣旁边会有一些小的花瓣，窄一点的，那我们再画一些这种窄一点的，让它跟它相对，有大有小。这个窄一点的，小一点的旁边我们可以再来一个大一点的。可以这么去一笔一笔的去点它。好，这里又来一个大的，这个根部这里没有到位的，可以再去补充一下，没有到位的可以再补充。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大花瓣。
啊，这里来一个大花瓣。那这么多大花瓣啊，这么多大花瓣，我们要来一些这种稍微小一点的这种碎瓣了，不要全部是这个大花瓣。好，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好，再来一些比较小一些的花瓣，让这个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好，这个小的缝隙里面，我们可以来一些细节。虽然说只是我们本身我们可以直接填满就可以，但是画一点细节，它会显得这种层次感会更好。好，来一些花瓣，来一些长一点的花瓣。看笔上稍微有点干，你看干的时候就画出这种边缘，看到没有？笔上太干了就会出现这种边缘。那我们再加一点水，加一点水哈。笔上太干了，我们加一点水进来。加了水之后继续补充颜色，加了水之后再补充一些颜色，3种颜色依次的调。好，我们这里会来一些这种小的。好，这里再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这里稍微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笔上有点干了，稍微有点干，有点干了，有点干了，要加点水了。干了它就有点画不动了。好，补充了水分之后，我们补充一点颜色。好，这里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花瓣。
好，慢慢的再看一下哪里。现在笔上又有一点干了，有一点干，我们加一点水。现在基本上是调整这个外形哈，基本上是调整外形的时候。好，这朵花上其实它这里有伸出来一个这种花瓣，那我们也伸出来一个。笔尖还是要有补充一点点深色，这画出这两个花瓣之间的这种变化。好，稍微的洗一下这个笔，因为我们上面还要补充一些浅色的，那稍微的洗了一下，不用洗得太干净，稍微的洗一下就可以。洗一下之后，我们稍微的蘸一点点这个底色，蘸一点这个底色，因为我们这个上面还要加一点点调整一下这个调整一下这个浅色的花瓣，还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来蘸一点点这个牡丹红。蘸一点点牡丹红去调整一下，笔尖也蘸一点曙红。这里来这个花瓣加大一点点，好，看一下这里。那一些小的这种碎瓣，其实它这种真的话后面还有，我就不想把它加的太多了，所以我也不想加了。可以加是可以加一些小的细节哈，加一些小的细节。这个花这边还有花瓣，这朵真实的花这边还有花瓣，看一下要不要加。不加了，我们再调整一下哈，我们调整一下，把这个深的让它更深，中间的这个深色的让它更深，这个飞白我们不要太多了，这个飞白我们不要留太多了，我们稍微的去把它调整一下。调整的时候也是把这个深色的让它更深一点，深色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
好，我们现在是来去把它整理一下，整理一下这种小的细节。整理是为了让这个花更加有层次感，深的地方更深一点。好，这个深的让它更深一点。深的让它更深。好了，基本上这朵花就这样子可以了。然后我们可能要加一些花心，加一些花心。第一就是有这种点的这种感觉，因为每一朵花里面，它有一些像这种形态，特别是像这种姿态的这种花，它其实根本就看不到花心啊，它的花心都藏在这个藏到这个花的里边去了，看不到花心，有一些真的看不到花心。但是我们为了突出它这个点的这种感觉，我们还是要画一些这个花心。好，我们稍微的这种回一下笔啊。回下笔表示这种褶皱的这种感觉，我通常是这样子的习惯。大家画的时候也可以，画的时候当时就回笔也可以。我是这样的习惯，我都喜欢画完之后才去回笔，因为我想它整体的去看它，整体去看它哪里需要回笔。最后我们看的它是这个画面感是更加浅一点，所以最后去回它。好，这朵花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花心加上，加上花心之后，我们今天还要画一朵这个半开的小的，画一朵半开的小的。
像这种花的话，你们看到实物的话，它有的时候就是整个花心都露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很多花心，有的时候那个花心全部藏起来。这个牡丹花它就像人的长相一样，每个人它长得都不一样，它同样一棵树上，它这个花它可能都有一点区别。好，这个花心我们就画这么多啊，再来一个，可以了，再来一颗。怎么总想加了，不能再加了，再加就多了，再加就多了，就这么多可以了。像这种花，它的花心，你如果看得到花心的话，它就基本上这个球到处都是花心。如果说有一些花，它开的这个叶片、这个花瓣比较大的话，你就看不到花心，它全部藏起来。好，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朵花。好，我们再画一个小花苞。把这个小花苞画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小花苞，大花苞吧，这个半开的这种大花苞。颜色又没有了，再挤一点这个牡丹红出来。好，这个花苞半开的这个花苞，我们这样子包起来，往上包起来。哇，这个颜色太深了，划掉一点点，沾一点点水分，不要让颜色太深了。画这个反瓣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浅一点点，稍微的浅一点点，不要太深了。好，我们层次可以多一点点啊。笔尖上可以沾一点点这个深色的。一层一层的这种层次感。
把这个层次感我们要表达出来。层次感要表达出来。好，笔洗一下，笔稍微的洗一下，洗一下再蘸一点紫色。我们的边缘可以画一点点紫色，水分太大了可以蘸掉一点点，尽量不要太大的水分。调色的时候一定要调均匀。水分有点大，所以我这一笔下来我就特别快，因为我就不敢停留，因为它水分真的有点大。稍微蘸一点紫色，洗一下。这个上面再来一点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调色的时候，这还有一些包起来，包的更多一点，包的更圆一点。好，这个一个包起来这种花苞，一大一小，两个配合。